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2025年8月14号，现在是美东时间11点半，我们的直播现在开始，11点半到12点，30分钟，只有半个小时直播。那么在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现在这个盘面。今天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经济数据就是 PPI 数据。今天出的这个 PPI 数据啊，远超预期，远超预期。那么，造成今天盘前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回落，但是现在这个标普指数上，我们看一下，它已经出现了顶分型了。日线上今天这两根 K 线出现了日线的顶分型，已经有了。那么这个顶分型成立之后，是否能够回落一笔，然后针对下面这个中枢还会形成300，对吧？因为它现在连1小时的这个中枢都没有打穿呢，你想要针对它进行一个回撤的话，你起码先要回到这个1小时的这个中枢里面来，1小时的中枢在这里。说现在，也就是还是维持一个牛市节奏吧，快跌慢涨，跌的时候它可能是快速杀一下，然后慢慢再拉回去。现在的整体节奏就是这样。虽然说这个 PPI 数据比预期的这个要好，那么现在市场现在预期9月份这个降息呀，这个压住9月份降息的又少了，因为 PPI 数据能够推导出 PCE 数据，也就是跟通胀相关的这些数据，所以说造成现在为什么今天这个盘前快速下杀，就是因为9月份大家又预期不降息了。那么下周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这个每年这个时候，全球的央行他们要在这个美国的一个中部的一个地方开那个央行会议。为什么这个重要呢？因为在开会，这个美联储主席要讲话的，对吧？再加上现在又有这么多，川普又在选替代美联储现任主席的一个事件，在面试这些candidate。那么各种争夺吧。那么美联储主席这个鲍威尔，看他在这个下周的讲话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出来，对吧？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还没有发生，就是英伟达的财报。英伟达的财报是在每年英伟达财报都比其他的大的科技公司要晚，它在8月27号才出财报，所以这个也是市场现在等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件。毕竟英伟达的财报，因为现在这波主要炒的就是这个 AI 相关的东西，那么英伟达又是龙头里面的龙头，所以说它的财报，那么会影响对市场大盘的影响是比较剧烈的。好的，那么的话，简单说一下现在这个指数，就是说回来看它能不能首先回到这个1小时的这个中枢里面来，对吧？回不来的话，针对这个中枢还有一个小300，是不是在这里要做一个第二个中枢？也就是说1小时现在还没有完美或者没有完成，从5943这个上涨，你不能说它结束，它可以在这里有一个小 A 中枢、小 B 中枢，然后再打一个高点，以这种方式结束5943的这波上涨。也就是说，这个小 B 段以这种方式可以结束，也就是有2个小中枢来一个趋势上。如果说想来一个盘整上就结束到6480这里结束呢，那这里一定是起码要有一个3笔，在1小时上起码要有3笔的一个回落，甚至是带中枢。带中枢，如果说这个跌的比较狠的话，那可能要在这里做2个中枢，也就是说以这种方式有过一次回落。那么这里这个回落，我们就观察它跟下面这个中枢的位置。如果说回不来的话，那还是300 K 乘中这里继续往上走。所以说现在，至于怎么选的话，我们现在不知道。想要快速往下杀的话，必须要有力度。现在看不到力度，所以市场明显是在一个等待的一个状态。好的，那么的话，大家可以提问你们关心的股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
更有针对性的一个分析。这个陈亮朋友，你有没有想问的股票？你的关心的个股，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这个分析一下。如果说你没有的话，我就选一些，毕竟大家可以回头看这个回放。我简单说一下这个其他的比较热门的，先说一下比特币吧。比特币的话，我们说一下它的结构，它是从这个74000这里涨起来的。74000这里涨起来之后，这里是3段构成进入段，然后开始在这做中枢，对吧？那么从这个123231跌到这个11903这个位置，刚好没回来，那么形成了一个300，然后又打了一个高点。其实啊，我跟大家讲过多次，一旦打了高点之后，一旦出现一个新高的时候，你就要关注是不是要背驰了。那么这个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背驰，看它的 MACD 的一个表达，快慢线的高度比前面这个要高，要矮很多，然后这个柱子的面积比前面这个柱子面积要小很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背驰。然后在这个11903上涨过程中，它这里是很纠结的走的，对吧？你要看它的4小时的话是比较清楚的。把这个最后这一段给它高亮一下，看一下它的4小时。4小时它走的是这样，1、2、3、4、5、6、7，走了一个7浪衰竭，走了一个7浪衰竭，这是我们说过很多次的模型，对吧？7浪衰竭的模型，那么又因为它也是因为这个 PPI 数据的一个刺激，今天就因为不降息了嘛，或者说降息可能要推迟，9月份降息可能要推迟，造成它今天一个快速下杀。所以说，你如果说知道这个，你不需要等到这个消息出来，甚至是你知道这个出现4小时的顶分型的时候，你就应该警惕了，因为它前面是一个7浪的一个结构啊，随时可以杀下来的。所以说，在这个位你完全可以卖在123000附近的，对吧？出现顶分型，前面这个结构有相对的一个我们说过7浪衰竭和9浪衰竭这2种模型的时候，你就要非常注意，所以这个你是可以躲过去的。那么现在到了这个位置，后续的话，你看，马上要踩到4小时的这个120均线和200均都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有支撑的。那么看它能不能够杀破这个2个位置。如果说杀破这2个位置力度不强的话，那会弹一次。那么这个二脉就关键了。4小时这个二脉，如果说能够再来一个背驰的话，以这种方式出现一个日线的一笔回落，我们再回到日线上，以这种方式给一个日线的一个回落，那其实就是在这里做一个中枢，在这里再做一个中枢，下面有一个中枢，这里再做一个中枢。那么看高低点，高低点是有接触的，这个低点在111903，这个高点在这里112000，所以说有接触，那就是一个扩张型的中枢，看它扩张之后升级了，能不能够继续往上走，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这一笔它落的位置，是要跌破它往下深一点，还是说不跌破它，形成一个类似一个收缩型的一个形态？所以就是看它这一笔完成度如何完成。那么现在在它小周期上还没有结构呢，只有1笔，它完全是可以3笔、5笔，甚至带结构的、带中枢的往下走。所以现在就是针对这个比特币的话，首先做多要相对的谨慎，尤其短周期做多的话要相对谨慎。我给一个结论，首先这个比特币，那么有反弹的话，如果说你在上面没有减，有反弹先减一减，比如说它弹到0.382、0.5甚至0.618，你可以从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它弹到这些位置之后，力度不够强，比如说它是慢慢爬升的这个状态，那么你先减这个位置，先卖掉一点仓位，小周期里卖一点，那么等待它再次回来，看它是不是一个盘整背驰。我们要的是背驰才能进，对吧？你只有出现背驰，力度出现变化，那么你这个时候这个位置是你进场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你减的位置，就是卖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做多的位置，所以说这个节奏是不能错的。好的，这是针对比特币简单说一下。我们现在看这个陈朋友问的这个 RR。
这是一个跟机器人儿或者说跟呃基本面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话是一个它的主营业务你好像之前问过吧？主营业务是为酒店、餐厅、赌场服务行业提供先进的机器人技术解决方案，产品包括送餐、清洁、送货机器人。这个公司它的专利比较多，它在特定行业，比如酒店行业，这个护城河比较宽。那么在服务机器人领域的话，它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行业，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有啥呢？波士顿动力啊，软银机器人啊，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新兴的这么一个公司。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你问30分钟级别和日线级别，对吧？那么我们简单看一下它的大周期上现在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方向。在这个周线上的话，我们先把周线这个图形给它简单的结构给它画一下。其实这里是有过一个二买的，但是这个二买不是典型的那种二买，我们可以一会儿说一下。就这个二买是因为它这个如果说当成进入段的话，这一笔回落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回撤，就是回撤这个一买，因为有一个二买就是针对一买的一个补充，所以说在大周期上，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就这个二买，如果说你能发现的话，或跟踪这个票的话，那么这个位置是比较有利的，对吧？基本上买了就涨，所以说这是这个二买。我们看一下它现在这个整体的结构。那么现在从这个起涨点，也就是最低点0.3，0.3这个位置，这里有一个周线大中枢。那么它这个反弹，我看一下也可以当成一笔吧。目前这里这个反弹可以当成一笔。那么现在它没有完成对吧？它这个如果说能够突上去的话，也就是说它能够快速往上走，看能不能把这个空间打开。所以说现在有这种希望。你看它现在这个 MACD 刚好是在这个零轴这里，如果说能在零轴这里起来的这个空间都比较大，所以说这个票可以。但是呢，它是这个股价是2块多，所以说盘子比较小。你如果说不了解这个行业或不了解这个公司的话，你是拿不住的，对吧？我们一直讲3个维度：基本面、比价关系，最后才是技术面。所以说，首先技术面基本面要过关的，就是它的这个公司基本面不能太差，不能说这个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也是出过财报了与否。8月11号出了财报。都还是在这个亏损状态，还没有盈利呢。但是呢，你如果说了解这个行业，对这个服务机器人行业比较有信心的话，你可以慢慢跟它，对吧？慢慢从小开始跟踪它，等待这个行业成长起来之后，那么你的手里的仓位，你的成本也不会太大，它也不会太高。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从基本面先筛选。那么这里现在我们关注的图形上的话，就是这一段它能不能够起来，对吧？或者说，它也可以，这段如果说完成的话，可以再在这里震，它可以这个周线这个中枢没有脱离它，想脱离一个中枢，不围绕一个中枢震荡的标准就是3买和3卖。如果说不出现3买和3卖的时候，那就继续中枢震荡。就是你现在关注的就是这个里能不能够往上走还是往下走。目前看，我个人倾向的话，它能够打出去这个票就起来了。这个位置如果说能起来的话，那么这个起码先看前面这个小高点吧，对吧？2.9。如果说真的那个能够这个公司有什么有这个其他公司来收购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变化的话，那么上面的空间是很大的。所以说先看2.9，从现在的价格34%，所以说空间是有的。我们看一下，就是这6-7周。在日线上是个什么结构？日线上很清晰的一个结构。如果说你一直跟踪它的话，这种票其实很好做，或者说非常好。就是对我们这个学会了缠论，然后用它来打差价呀，对吧？你就跟踪它一段段吃，最好的操作就是最好的图形。先做多，对吧？
看了够5根 K 线了，然后又出现一个的快速下杀，那你肯定是出现底分型时候进的呀。前面你再利用我们的这个双触发，对吧？进去之后，然后做了一笔，那你可以利用它当时的一个反弹的位置，刚好弹到了0.382，看到没有？刚好弹到了0.382，所以这个位置你可以完全可以挂在2.16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你可以基本上挂在最高点附近。那么这个一笔多做完了，它就开始又回来了，那又没跌破前面这个1.71。那么这里也有2根均线，我们看一下裸 K， 明显是一个200均在这里，然后它跌的时候也是非常纠结的，慢慢往下走，很小心翼翼的，你发现没有？而且还没跌破前面的低点，所以这是一个2买呀。说你如果说一直跟踪这个片的话，你可以来回做它。上去做完了，开始做这个，或者说等待。如果说不想做空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又出现底分型了，在前面内部又很饱满，又可以吃一笔。那么这一笔，它是又给你经过了6、7天一个，然后给你一个大幅下杀，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状态，你又可以出来了。你其实突破前面的小高点就可以卖，卖掉之后又回来。所以说来回这做的话，你这个成本早就低，可能已经在1以下了。如果说你能够按照这种节奏操作的话，那我们现在看，如果说这段能够上去的话，这个现在的力度还可以吧？它还没有明显的像你看这里就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 K 线，然后这也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状态。那么它的小周期明显是一个1、2、3，这个3现在还没有结束。如果说3结束的话，可以来个4和5，所以说可能再高一点。那么如果说能够再往上走一走的话，这个 MACD 得跟上来，这个张口快慢线的张口要张得很大，那么这样的话就能有希望打出去。打出去的话，这里其实就有一个中枢了嘛，这就是一个日线的中枢。现在也刚好是在这个中枢上沿的这个位置，所以这里一定要有力度起来，那么就会不背驰。这是进入段跟离开段不背驰的话，那就有希望在这里再做一个中枢，再打一个高点，那就可能去前面的2.9了，对吧？或者说这个 B 段就走得很强，直接就干到2.9这里，然后在这里再做一个 B 中枢，这样的话以这种方式来结束它。所以说你现在做的话，就是跟踪这个最后这段，跟踪这段的1小时的内部，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演变，是一个1、2、3、4、5，还是6和7，对吧？这就需要一点点去跟就好了。然后再看这个Beer 朋友问 Coinbase 说可以建仓吗？那么 Coinbase 这个我之前在我休假回来之后，应该是周2的时候我分析过这个。那么它也是之前是财报的原因吧，财报它的指引不太好，然后后来又发这个可转债这个债券，造成了这个一个大幅下杀。那么它的图形上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周线上它现在这个回落不能说它结束，444的这个下跌啊，没有办法结束，离这个下面这个中枢非常近，很容易被打回来，也就是说很容易碰到这个高点272.5。所以说你要想建仓的话，如果说想稍微买一点的话，那我建议是等待它跌破这个位置再进，跌破293.1之后，为什么要等它呢？因为等它跌破之后，这样的话就有日线上有背驰，我们要进的时候要等背驰点才能进，对吧？背驰说明有力度的衰竭，所以说是力度比较，就是这2根力度的一个比较。所以我建议是跌破293之后再看，跌破293之后，如果说能够踩得深一点的话，就踩到了200天和120天，就踩到这里来了，也就是在260附近。所以最理想的位置是在260附近，所以说我是建议不要着急。如果说它能够再往上涨一涨的话，那你就可以利用小周期了。那这个就是利用1小时周期上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但是呢，这个只能是做一个短线的一个操作。这个我在周2好像是也大概分析过。那么在1小时上，这里是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节奏，我们把它这个1小时的节奏给它画一下。那这个1小时上，你只能做一个相对偏短的一个操作。但是呢，这种结构就防止它快速杀下来。现在是它这个1小时这个节奏，对吧？那么防止什么呢？就防止快速杀破这个中枢，走离开。因为大周期上是一个1、2、3呢，
现在是这样，就是这个里面你现在这个位置可以尝试买一点，看做这笔反弹。如果说弹的力度不够高，甚至是到这个120小时均线这里的话，也可以。那看它是不是要快速杀下来。所以现在就要做的话，只能做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反弹。这就是针对这个 Coinbase。但是我个人倾向，如果说想买的多一点的话，那就等待它踩一脚这个120天和200天出现日线的盘整背驰。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踩到这里的话，周线上可能也就回到中枢里来了，对吧？所以说，没有脱离这个大的周线中枢，看能不能够在这个中枢里继续震出9段来，1、2、3、4、5、6、7、8、9，看它震出9段之后能不能够再上去。但是，Coinbase 现在也是比较火，虽然说最近出了这个跟它同行业的这个昨天这个 IPO， 大家应该都关注到了这个 Bullish， 也是这个股票。但是呢，它俩其实好像也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因为Coinbase 是针对散户比较多，这个 Bullish 是针对机构比较多，所以说他们的业务没有很多的竞争吧。但是 Coinbase 潜力无限，只能说它的这个基本面是没有大问题的。那么这个有回落还是想建仓的话，那等它跌得稍微稳一点，或者把它之前的那个负面消息消化之后再进。你看它现在 MACD 也在这个0轴以下，偏空，整体偏空。你起码要等这个 MACD 粘合也行啊。所以说，如果说想建大级别的仓位，我不建议现在建。然后你说这个 IBM 被套了是吧？想加仓。IBM 的话，我们是之前也简单分析过。现在 IBM 大家好像对它的关注度比较少，毕竟现在，它好像还有服务器的业务吧，还是怎样？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结构。IBM 这个也是闷声发大财吧，可能是在这个结构我们看一下，从这个120这里涨起来之后，出来了2个中枢，对吧？现在已经回到周线的这个中枢里面来了。你想加仓的话，你起码要等一个大周期的下跌结束啊。现在看不到大周期下跌结束的迹象，你起码要出一个周的底分型吧，对不对？出一个周的底分型，它在这里就是起码给你弹一次，让你在下面加的这个还能有机会获利出来，然后你还可以利用这个黄金分割这些位置，看一下能弹到什么位置。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就比较关键，如果说这是一个周线的大二脉的话，那看它是不是要再下来一次，甚至是快速往下走反向也可以。就是现在要加的话，不要着急，看它能够，这里还有一个中轨，周线中枢的中轨，在225附近吧，对吧？所以说这个没有跌完，这段没有跌完，跌的比较凌厉。看它一下日线，我把其他的线都给清掉。日线上跌的，你看这里是有过一个二脉，日线上有过一个二脉。然后快速杀下来，这里又有一个是走了一个浪形，快速以浪形的模式往下杀的，这是一个二脉，然后这里又走了一浪，然后现在是第5浪，日线上走了一个小5浪，那么现在这个5浪的话，有可能或者有希望，这个5浪并不够完全，这只有4根 K 线，所以这个5也可以结束，对吧？就是1、2、3也可以，就是1、2、3直接干到这里，那么这里给你一个4的反弹，然后再来一个5，因为现在这只有4根 K 线嘛，不够一笔，那就看它能不能够出现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但是呢，它现在已经跌破了200天和120天的2根均线，它可能弹一下到200天这里，然后再下来。那我建议你想那个加仓的话，起码要有等待日线上给一个中枢出来。比如说，它这里弹一下，碰到这里，起码给一个日线中枢，然后再打一个低点，就是这个结构不够饱满。从日线上下跌的这个节奏啊，
太快了，太急了，都是以浪形模式下来的，它不够饱满，意味着这个没有被完全消化，对吧？多头的抵抗力量不够强，空头太强了，所以造成它现在这个为什么是节奏这么简单下来的？节奏越简单，就说明多空的看法是一致的。多空看法一致，就是多头不敢做多，空头可以一直在做空，有反弹就做空，有反弹就做空。所以说，针对这个想补的话，我不建议你现在进，起码要等在周线上能够明显企稳的时候再进，都来得及。毕竟从296，这也才20%嘛，也不多其实。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IBM， 还有5分钟时间，我们再看一个这个陈朋友问这个应该是马尔松。马尔松的话其实是一个挖矿的公司，但是现在好多挖矿的公司吧，他们挖出来的比特币啊，它也不卖了，它也都存着，跟这个都被这个MicroStrategy 这个 CEO 叫什么来的？这个叫好像叫 Michael Saylor 啊，这个人非常活跃在这个 Twitter 上，他们公司大量的借债买比特币，对吧？所以说现在好多挖矿的公司，哎，他也不卖了，他挖完之后他也不卖，他存着，他留着，而且很多小公司也都开始这个以这种方式来贷款来买比特币或者买这个以太币，所以说这个现在是一个一个趋势啊。感谢这位朋友还发了一个感谢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尔松的这个结构。马尔松现在这一笔还快，已经我看有没有低点，这个是15.1，已经有低点了。月线上这一笔已经完成了，那还没有脱离月线这个中枢，你看到没有？我们之前就从34这里断开了，34这里断开之后，就这个结构没有完成啊，它可以一直在这里震。最好的结构是什么呢？是在打掉9.81之后，那么这样就有进入段，有这个中枢，对吧？这个结构就相对饱满了。那么现在的话，如果说以9.81结束的话，我们从这里再给它断开，那么它也可以。这样的话就是进入段，然后有中枢，然后有离开，这个也可以。就这里啊，潜在的是一个二买，就是从9.81的这个月线上这一笔的一个二买。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那么为什么我说是月线这个周线上的二买呢？因为它3笔可以构成月线上的1笔，所以这里是一个潜在的一个二买。如果说它能够按照我刚才说的，从34这里断开，然后从9.81这里断开，其实就是按照大周期的一段一段来做。我们再看一眼大周期的月线上，你就很清楚了，对吧？月线上它就是一段一段的嘛。我们看一下裸 K， 其实就是一段一段做。这段月线上一笔，现在看周期是月线，然后到这里又是一笔，所以说以这个9.81这里是有希望出现月线上的再一笔上的，而且你看它现在也是在月线的零轴这里，看到没有？月线零轴 MACD， 如果这里能起来的话，那它还可以打掉前面这个高点34.09，所以这里是有希望的，而且现在已经有，虽然说有5个月，但是就差一点点吧。现在是有5个月的一个结构，但是这个上一个月的这个冲高回落比较明显，但是现在还是有希望再冲上去的。如果说能够你看它这里也是一个120月，这是120月均线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长周期的一个大均线，所以说能够在这里守稳的话，有希望再起来。你也可以利用一个均线，也可以就是趋势线，对吧？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线，前面这里的一个压力都在这里，它也可以顶到这个趋势线这里，那么这样也是完成一笔，月线上一笔。不管怎么讲，起码能够突破这个小高点21.5，突破21.5之后，你就要关注了，这里是不是就完成了月线上这笔反弹了？那当然也可以是在这里继续震，然后再下来，然后再上去。所以现在就是看它什么时候能够再次突破21.5，然后周线上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等待这个周线上这一笔结束，做周线上这个二买。那么你先简单的测一下这个反弹的回调的位置，现在已经是跌破了 0.5 了， 0.618 在这个位置， 0.618 在14.2附近，所以说现在它
有可能再往下蹲一蹲，蹲到这个14.2，14.2刚好又是这个周线大中枢的下沿儿，也就是14附近吧。如果说想那个进这个的话，可以在14附近等一等14附近。那么现在这个如果说它能够，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如果说想到14附近的话，那就要跌破这个120天，跌破120天，这里就是在日线上又背驰了。现在我们画一下日线上最后这点的一个结构，刚好日线上它会出现一个3段背驰。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日线，那么这样的话到14附近到这里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能够进场的位置，因为我们等的是背驰3段背驰啊，因为它第一段走的比较深，就是第3段如果说不能够像第一段走这么深的话，就很容易背驰。当然，你如果说用浪形波浪分析的话，那就是一个5了。它可是这样，1、2、3、4、5，因为这个是明显的一个小周期的有一个二脉，这里有一个小周期的有一个二脉，1小时上肯定是这里有一个二脉的，所以说在1小时上是一个1、2、3、4、5，是一个5浪，所以相对来说也是在尾段，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说你想进的话，就等它稍微企稳一点，起码给一个日的底分型，对吧？这样的话你进可能是更稳妥一点。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只有半个小时的直播，感谢大家的参与了。我们这个明天再见，我们周五的话还是有一场直播的，再见。